下面我们进行零声母的发音训练。零声母音节指的是音节前面没有辅音声母的音节，但是从发音动作上观察，在韵母前口腔或者咽喉是有着不易察觉的发音动作的。下面我们就专门针对零声母音节的声母呢进行发音训练。我们知道零声母音节可以根据起始元音的唇形分为开口呼零声母音节、起齿呼零声母音节、合口呼零声母音节和撮口呼零声母音节。我们首先练习开口呼零声母音节声母的发音。开口呼就是以啊、哦、儿起头的韵母，音节前头没有辅音声母的时候，在这些元音前面开头会有一般人不易察觉的辅音的，比如喉塞音啊，或者是舌面后浊擦音等等。这些音部位不稳定，而且不具备区别意义的作用，一般人发音时可有可无，但播音员主持人应该注意语流中音节与音节之间的界限，发好开口呼零声母音节。好的，先让我来听听你们的发音。好，看我们的材料。暗暗、昂昂、傲暗、偶尔、恩爱、厄运、额外、耳语、而已。冯蓉蓉同学在发音的过程当中，这个开口呼零声母音节前的喉塞音，包括一些浊的擦音，还是比较清晰的啊。但是有个别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比如说偶尔的耳在第二个音节出现的时候稍微的弱了一些。那么你要注意了哈，我们现在是在练习专门去寻找清晰而准确的这个喉塞音呀，或者是擦音的位置。那么我希望在接下来的练习过程当中呢，每一个音节前都能够清晰的听到这样的一个零声母音节的发音动作，好吧？好，那么把第一行词再来一遍，注意每一个音节的发音。暗暗、昂昂、傲暗、偶尔、恩爱、挨饿。很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行起齿呼零声母音节，指的是以一打头的零声母音节。汉语拼音方案当中规定，在音节前以隔音字母一开头，实际发音呢带有轻微的摩擦，是半元音一。尤其是在重读音节前，一定要发好这个半元音，掌握好这个音，将来练习吐字归音的时候，这类音节的枣弧形的尖儿就很容易形成。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做起齿呼零声母音节的发音训练。看材料。演绎、扬言、医药、夜莺、意义、言语、遥远、音乐。刚才我们说过了哈，那么它作为零声母的时候，在音节的开头前是有一个半元音的，来跟着我发一下，一。对，舌面隆起，跟硬腭呢有一个很紧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气流通过时候的一个摩擦感，一。好，那比如说刚才你的这个药的前头这个药这个零声母呢就不是特别的明显。还有言语、语，那么前头我们还是这样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寻找到这个零声母音节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音的存在，然后把它找出来，好吧？那么接下来第一行你再重复一下，注意每一个音节的这个摩擦的动作都有。演绎、扬言、医药、夜莺。医药的医。对，这边好一些。好，好，那么我们说过哈，那么一般人在发音的时候是不需要讲究这个的，但是作为播音员主持人，将来为了吐字归音的需要，一定要把这个音
找到并且发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观察一下合口呼零声母音节。合口呼零声母音节指的是以乌打头的零声母音节。汉语拼音方案规定是以隔音字母乌开头，实际发音呢，它是带有一点轻微的摩擦的，在双唇的位置，我发一下我，比如说威望。微，哎，对，那么前面有一个瞬间的一个双唇的一个颤动的感觉啊。那么接下来大家找一下这个半元音的感觉，用在我们的词语训练当中。谁来呢？老师，我来。巍峨、罔闻、无畏、威武。好，停一下哈，你发现没有？你的第二个词语罔闻，罔就有这个音存在。哎，但是你其他的3个词呢，这个音就明显的就不是特别的清晰。好，你用罔闻的往那个动作来再带你其他的3个词语，再来一遍，好吧？巍峨、罔闻、无畏、威武。好，来跟着我来发啊，威武，威武。哎，对，玩味。玩味，哎，你感觉双唇有一个半元音的存在啊。好，忘我，忘我，哎，对，我们听到忘啊。忘好，我们刚才说过了，这是一个双唇的半元音啊。我们一定要在练习零声母发音的过程当中，把音节前头的这个半元音呢发出来。在练习合口呼零声母音节发音的时候，要注意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当第2个词语出现合口呼零声母音节的时候，常常会发成类似于唇齿着色音的 v， 比如说把新闻发成新闻，把转弯发成转弯等啊。那么普通话声母系统中是没有 v 这个声母的。作为未来的播音员主持人，一定要注意这个现象，尽可能的去除唇齿音，做到规范发音。那么大家跟我来发一遍，新闻，新闻，哎，不要发成新闻。好，转弯，转弯，好，仍然要保持双唇摩擦的动作啊。好，饭碗，饭碗，好，练习完了合口呼零声母音节，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撮口呼零声母音节的发音。撮口呼零声母音节指的是以吁打头的零声母音节。汉语拼音方案里头规定，也是以隔音字母一开头，同时呢吁上的2点去掉，实际发音呢是带有一点轻微摩擦的这样的音来。那比如说永远，哎，你在这个音节前头有瞬间听到的这个辅音的状态出现，是吧？好，那么接下来大家看材料，那么做练习，来，蓉蓉。永远，那么打断一下，那么刚才我们说后面是元音，它前面瞬间有很短，但是呢比较清晰的辅音存在，你不能因为这个辅音存在把整个音节都埋没掉了。好，来继续，永远，踊跃，用于，运用，孕育，愉悦。好，那么我觉得用这个踊跃这个词儿来练是比较好的，来跟着我发踊跃。踊跃，哎，对，让我听到你在练习的时候能够找到这个字头。我们知道，将来在练习零声母的吐字归音的时候，那么找到这个字头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到这里呢，声母的发音训练呢就全部结束了。那希望同学们根据学到的普通话的语音知识，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发音实践，在课下注意勤加练习，把普通话每一个声母，包括零声母，都发得更加的准确规范，练好普通话语音的基本功。好，这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